你好，欢迎收听陪你读书，我是主播杨杰。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《圈层效应》。下面我们会用大概10分钟的时间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。本书的作者有2位，第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托马斯·科洛波洛斯，第2位作者是丹·克尔德森。95后即 Z 时代是移动互联网世界的原住民，在其成长过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种类的圈层。这本书主要探讨的问题有2个，接下来我将分成2部分内容来为你解读这2个问题。第一部分，什么是 Z 时代效应？代际为什么会被终结？第2部分， Z 时代本身有哪些特点？第一部分，什么是 Z 时代效应？Z 时代效应指的是因为技术简化导致的代际界限的消融。那么技术简化为什么会导致代际消融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咱们先回到 Z 时代这个概念。Z 时代是 X 时代 Y 时代的延续。X 时代的说法最早出现在美国，特指1965年到1976年出生的人。其中 X 是英文单词 excluding 的缩写，意思是被排挤。X 世代在出生的时候赶上了主流文化的低谷，就业时又赶上了经济低谷，所以被称为 X 世代，也就是被排挤的一代。后来也有人把 X 理解成未知数，也就是方程式里那个等待求解的 X， 因为这代人出生在一个文化多元、社会多变的年代，这导致他们没法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来定义，所以就被称为未知的 X。字母 Z 是 XY 的延续，同时作者认为 Z 时代也有另一重含义。Z 是26个英文字母的最后一个，所以 Z 时代也可以理解成最后的时代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就自然而然引出开篇时的那个疑问： Z 时代为什么会成为最后的时代？代际到底是怎么被终结的？圈层又是怎么消失的？作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技术的隐形化。代际不是一个简单的年龄概念，而是一个时期里一代人被特定的技术塑造的结果。因为每代人成长时面对不同的技术环境，所以就养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。比如在电脑普及初期，上网很麻烦，而以电脑为中心又延伸出了一整套专属于年轻人的行为模式，比如网络文学、交网友、玩网游等等。但是今天技术变得越来越无形，技术的门槛几乎消失了。比如过去上网需要安装网线，还需要拨号，但现在无线 WiFi 几乎无处不在。而且技术的隐形化不仅仅消除了技术屏障，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文化、教育背景和社会阶层的屏障。比如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的传播环境，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观点。以往区分代际和圈层的界限，比如年龄、财富、教育背景等等，这些边界都因为技术的进步变得越来越模糊。换句话说，技术面前人人平等。为什么说 Z 世代会是最后一个代际呢？这是因为未来的技术更迭将越来越快。过去每10到15年是一个时代，在这个时间里，社会的文化和技术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，这代人身上会具备一些普遍的特征，我们可以用一个统一的代际来命名。但是未来技术的更迭速度越来越快，代际之间的距离会缩短，未来可能每隔1-2年甚至更短，人们的生活环境就会发生不小的改变。这时代际之间的界限已经很难再做一个精确的区分了。当一个代际小到一定程度，它也就不能称之为一个代际了。第2部分，作为最后一个时代 ，Z 时代有哪些特点呢？以95后为主的 Z 时代有哪些偏好？第一个偏好是追求层次更丰富的体验。信息时代，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时间是稀缺资源，这就导致人们越来越追求时间的使用效率，所以人们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尽可能丰富的体验，在用户购买一个产品的同时，能够感受到高出这个产品本身的获得感。比如以前你要开一家饭馆，最重要的是把菜品做好，但是对于95后来说，这还不够。
你还得提前在网上给自己的饭馆造势，把它打造成网红店，让人在小红书、大众点评、抖音之类的应用上能看到它，对它产生期待。这样在吃饭时，顾客就有了打卡和拔草的获得感。第二个偏好叫标签偏好，也就是我们在购买一个产品时，不光看重产品本身，也很看重它背后的标签。用什么样的东西就代表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所以商家在推广产品时，一定会给产品打上清晰的标签。注意，这里的标签说的可不是品牌。品牌来自企业，是企业赋予产品的一个外在符号，而标签来自用户，是用户给这个产品打上的个性印记。前面说过，95后的社交更加垂直化，互联网技术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志趣相投的人，并且聚在一起。对他们来说，同类比明星更可靠。抖音上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突然有一天，某几个人开始秀一件商品，过不了几天，这款商品的视频就会铺天盖地。比如有一款鞋叫 AJ， 也就是乔丹，这款鞋并不便宜，款式不同，售价从1000到上万不等。第一个视频出现之后，没过几天，这双鞋就成了潮人必备，据说差点卖断货。因为秀这双鞋的全是同龄人眼中又潮又酷的那批人，跟明星比起来，人们更愿意相信同类。买这个产品就等于买了 AJ 背后的那个潮人标签。第三个偏好叫做表达直接化，也就是有话直说，不拐弯抹角。比如95后偏好高颜值的产品，喜欢高颜值的明星，当然别的代际也喜欢，只不过95后对颜值更看重。一个明星可以没有演技，不会唱歌，不会跳舞，但一定要长得好看。这就导致很多没有成熟作品的艺人反而成了流量明星。这是爱好上的简单直接，也就是不看别的，只看脸。这并不是因为95本身眼光肤浅，而是被信息技术驯化的结果。首先，95后在信息的表达上没有技术门槛，他们可以用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发语音、发视频、发表情包，信息传递变得更快捷，中间少了打字这道工序，也就等于抹除了措辞的思考时间，这就导致他们养成一种习惯，有话就说。其次，95后成长在一个信息快速膨胀的年代，所有的信息都在他们的面前快速闪现，这就导致他们的注意力被不断冲刷，很少有时间去静下心来仔细审视每一个信息。除非特意关注，否则他们能触及到的只有最表层的信息。那么对于艺人明星来说，最表层的信息就是脸。所以看脸时代的背后，不是人们太肤浅，而是发达的信息技术驯化了人们的观察习惯。这就导致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，在观察和表达上都更加简单直接。第四个偏好叫做确定性偏好，也就是对确定性的要求非常高，对错误的容忍度非常低。比如 IBM 曾经做过调研，发现95后对技术的要求特别高，他们很难容忍响应迟钝、反应慢的技术，手机不能卡，软件不能卡。一旦有这些情况发生，他们放弃这项技术，换手机、卸载软件的概率要比80后、70后高。当然，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，技术越来越先进，人们获得的确定感越来越强。而95后恰好是在这个环境成长起来的，他们被这种确定性包围得更彻底，对确定性有更强的偏好也是理所当然。以上就是圈层效应的主要内容，感谢关注陪你读书，欢迎点赞分享，同时可以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陪你读书的更新会第一时间提醒你。我是主播杨杰，我们下期再会。